在电视剧《花间令》里有这样一幕，由刘学义饰演的男主潘越，在新婚妻子遇害后伤心不已的他，在灵堂上朗诵了一段诗：流芳为极限，一挂犹在彼，长火如火存，辉煌充警惕。如披寒夜雨下，双亲青丝一张张，蓦然烛花，如披寥寥游川回忆渝，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口风春风远行安，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见火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成茶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肃静有时顺，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见火崩塌。随云烟轻扫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哪怕你若咫尺的天涯，我已握紧你的手不放。这首读来字字锥心，句句思念的诗词，正是出自剧中男主角的原型潘安所写的悼亡诗。潘安本名潘岳，字安仁，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、政治家。之所以会有潘安这个名字，有可能就是因为诗圣杜甫，他在看到牡丹花开，一片花海的盛状时，有感而发写下的那句孔氏潘安县，堪留未借车。为了讲究平仄，创造性地取了潘大人字中的安字而来。提到潘安，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当属貌比潘安，用以形容拥有出众美貌的男子。虽然根据现有的正史，对他的长相容貌并没有具体的描述，只用了一个毕字来概括，但是从中也不难猜测其谪仙之姿。而且还有一则小故事，说到潘安，少时常携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之者，皆联手萦绕，投之以果，遂满车而归。也就是说，年少时的潘安时常会带着弹弓走在洛阳的大道上，婆婆妈妈们一看到他，便一拥而上，把他团团围住。就连驾车出行，人们也会往他的车上投掷水果，小伙子每次都能满载而归。如此盛况，估计连现代的流量明星都得甘拜下风，可见这位万人迷美男有多俊美，多受欢迎了。当然，潘安绝非虚有其表，他的文采也是相当了得，小时候就被乡里称为奇童。日后他所著的文章如《吉田赋》《秋兴赋》等，包括本篇会重点提及的悼亡诗，更加奠定了他在魏晋文坛的地位，成为后世研究的文学典范。都说才子配佳人，
那么像潘安这般才貌双全，广受粉丝追捧的翩翩公子，又有谁能成为他此生的佳人呢？潘安在《怀旧赋》中写道：于12而获见于父有东武代侯杨君，始见之名，遂深知以婚姻。杨照这位老丈人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，于是就做主把自己10岁的女儿杨荣基许配给潘安，结下后世所称羡的潘杨之好。婚后，尽管潘安的仕途一直是起起落落的，但是幸好有妻子陪伴左右，不离不弃。有妻如此，让潘安更加珍惜，用他的真心回报。正如潘安被派任外地时写给妻子的情书所描述的那样：不见山上松，隆冬不亦故；不见林涧柏，岁寒手一度。执子之手，坚贞不移。只可惜造化弄人，这个陪他同甘苦、共患难的结发妻子，先他一步而去。对潘安来说，这无疑是很沉痛的生死相隔。而这首悼亡诗，正是写于为亡妻守丧1年之后。虽然内心挣扎，但是潘安还是必须离家返职。走之前，再看一眼这个与荣基共同生活过的家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如今也只能睹物思人，写下对爱人满满的思念。流芳未及歇，一挂犹在壁。怅恍如或存，回黄冲精辟。明明屋里的一切，就好像荣基没有离开，可是残酷的现实毫不留情地把他给拉了回来。如比翰林鸟，双栖一朝之；如比游川鱼，比目中露西。曾经他们恩爱如天上的比翼鸟，河里的比目鱼，形影不离。而今却独留他一人在人间，悲伤不已。春风缘细来，陈六成檐低。对荣基的思念，犹如透过窗子吹来的绵绵春风，沿着屋檐落下的滴滴晨露，日日夜夜无法停止。看似没有浓墨重彩的写实文字，恰恰具象了那如影随形的无尽思念。树基有时衰，桩否犹可击。或许这随着一天天的想念所累积的忧伤，只有像庄子一样旷达的生死观才有可能放下吧。但是可想而知，这对深情的潘安来说有多难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了这层羁绊，晋书中所描述的性清躁、趋势利的潘安，由于在后来的八王之乱中与他过从甚密的皇后贾南风一族被灭，赵王司马伦成功夺权，曾被潘安看不起的孙秀得势，便罗织造反罪名报复。潘安最终被处死，连累家人诛三族。一代美男子就这么魂断政治修罗场，令人不胜唏嘘，也让人不禁会想，如果荣基还在，会不会劝他不要以功名自苦？那潘郎的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了呢？